這些年，中國的月球車到底在月球背面發現了什麼？如果我告訴你，中國有一輛月球車，這幾年在國外互联網上比很多好萊塢科幻電影還要出名，你會相信嗎？它不是因為跑得最快，也不是因為技術最先進，而是因為無數人堅信它發現了一個不該被人類知道的秘密。有人說他在月球背面拍到了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築，有人說他找到了一種地球上從未見過的神秘物質，還有人甚至斷言中國已經知道月球背面到底藏着什麼，只是一直沒有公布。更離譜的是，这些说法并不是出现在某個不起眼的小論壇，而是長期流傳於國外的 YouTube、Reddit、X 以及各種 UFO 論壇，播放量和閱讀量加起來早已數千萬甚至上億。因為他們不僅有圖片，還有所謂的證據。那麼問題來了，中國的月球車真的發現了什麼嗎？月球背面到底藏着哪些不能公開的秘密呢？故事要從月球背面開始。很多人不知道，月球其實有一個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們永遠只能看到它的一面。因為月球自轉和公轉幾乎同步，所以幾十億年來，它始終用同一面對着地球。另一面，也就是所謂的月球背面，從地球上永遠無法直接看到。正因為如此，月球背面一直都是各種都市傳說最喜歡出現的地方。有人說那裡藏着外星人的基地，有人說那裡有遠古文明留下來的城市，還有人說美國早就在幾十年前發現了這些秘密，只是一直沒有公開。而就在2019年，這些故事突然迎來了新的主角——中國。準確地說，是中國的一輛月球車。2019年1月3日，中國成功實施了嫦娥4號任務，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月球背面軟着陸的國家。隨後，一輛名叫玉兔2號的月球車緩緩駛下着陸器，開始在人類從未真正踏足過的月球背面巡視。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各種陰謀論像打開了開關一樣，開始瘋狂出現。其中傳播最廣的就是後來被稱為神秘小屋的事件。事情發生在2021年底，玉兔2號正在月球背面緩慢前進。突然，相機在遠處的地平線上拍到了一個灰白色、四四方方的東西。由於距離實在太遠，再加上月球地平線的視覺壓縮，它看起來就像一棟孤零零的小房子，靜靜地矗立在荒涼的月球背面。為了方便記錄這個目標，中國科研團隊在工作日誌裡給它起了一個臨時名字——神秘小屋。注意，僅僅只是一個代號，可誰也沒想到，就是這4個字，瞬間點燃了整個國外互聯網。不少媒體直接寫出了這樣的標題：中國在月球背面發現神秘建築。一些 YouTube 頻道開始逐幀分析圖片，有人把亮度調高，有人不斷放大畫面，有人甚至制作出了3維模型。很快，各種猜測接踵而來，有人說這是外星人的瞭望塔，有人說這是月球文明留下來的建築，還有人把它和流傳多年的 NASA 隱瞞月球基地聯繫在一起，認為中國終於拍到了所謂的證據。如果事情到這裡結束，也許還只是一個普通的都市傳說。可偏偏沒過多久，另一件事情又發生了，而這一次比神秘小屋更加離奇。2019年，玉兔2號發布了一份巡視報告，裡面提到，在一個小撞擊坑內發現了一種外觀比較特殊的物質。英文媒體很快引用了報告中的描述 ，gel-like material， 翻譯過來就是膠狀物質。問題來了，很多國外自媒體並沒有繼續解釋後面的內容，而是直接把標題寫成了“中國在月球發現神秘凝膠”。短短幾天，這個消息便傳遍了整個互聯網。有人說，那不是普通岩石，而是未知生命。有人說，那可能是某種外星生物留下來的組織。還有人認為，那是一種遠遠領先於人類文明的新型材料。各種猜測越傳越離譜。而真正讓陰謀論徹底失控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兒。很多 UFO 頻道開始把玉兔2號拍攝的大量照片重新翻出來研究。有人在遠處的陰影裡看見了飛船，有人在山坡上發現了金字塔。有人甚至堅稱，在月球地平線附近還有一座規模更大的建築群。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中國的月球車一定發現了什麼，否則，為什麼他拍到的照片總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一時間，關於玉兔2號的各種傳聞鋪天蓋地，甚至還有人斷言，
真正的秘密並不在月球正面，真正的答案一直藏在月球背面。如果这些故事是真的，那麼中国月球车發現的或許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秘密。可事情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嗎？可以說，真正的答案其實才剛刚開始。如果故事講到這裡，很多陰謀論視頻就會直接結束，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把懸念留給觀眾就已經足夠了。可真正讓我感興趣的，不是這些故事有多離奇，而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真的發現了外星基地，為什麼後來全世界幾乎沒有任何主流科學機構繼續討論這件事兒？為什麼那些曾經信誓旦旦的視頻也慢慢停止了更新？答案其實並不複雜。我們先回到那個最出名的神秘小屋，當時很多人之所以相信它是一棟建築，並不是因為真的看清了它，而是因為距離太遠。玉兔2號第一次拍到它的時候，雙方相距大約80米。在月球這種沒有空氣、光線反差極大的環境下，一塊普通岩石，只要輪廓稍微方正一點，再配合地平線的視覺壓縮，就很容易看起來像一棟建築。於是，玉兔2號沒有停下來猜，而是做了一件真正符合科學精神的事情，繼續往前開。他沒有發新聞，沒有宣布發現外星文明，也沒有製造懸念，而是花了將近2個月，一點一點靠近目標。隨着距離越來越近，那座所謂的神秘小屋終於露出了真正的樣子。它不是房子，也不是基地，更不是外星人的瞭望塔，它只是一塊邊緣比較方正，旁邊還有一個小撞擊坑的普通岩石。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失望，折騰了半天，原來只是石頭。可恰恰相反，我認為這反而是整個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因為它告訴我們，科學和陰謀論最大的區別不是誰更敢想，而是誰更願意靠近真相。陰謀論喜歡停留在第一張模糊的照片，科學則一定會繼續往前走。再來看第二個故事，所謂的神秘凝膠，後來也有了答案。經過進一步分析，科學家認為它並不是什麼未知生命，也不是外星科技，而是隕石高速撞擊月球表面時，瞬間產生高溫，把岩石融化之後，又迅速冷卻形成的玻璃狀熔融物。這種東西在月球撞擊坑附近其實並不罕見，真正有價值的不是它像不像膠水，而是它記錄了幾十億年前月球曾經經歷過怎樣猛烈的撞擊。至於後來那些所謂的飛船、金字塔、城市，其實很多都屬於一種很常見的心理現象。你有沒有發現過，有時候看着天空中的雲，你會覺得像一隻兔子，看着牆上的水渍，又覺得像一張人臉。其實那只是大腦在自動識別熟悉的圖案。心理學把這種現象稱為空想性錯視。人類的大腦天生就喜歡把隨機圖案看成人工物體，而月球又偏偏擁有最容易產生這種錯覺的環境。那裡沒有空氣，沒有植被，沒有流水，陽光幾乎沒有散射，陰影又特別濃重。一塊普通岩石在特殊角度下就可能看起來像房子，像飛船，甚至像一整座城市。所以那些讓無數人激動不已的證據，最後幾乎都回到了同一個答案。不是因為有人隱瞞了真相，而是因為人類太擅長想象。不過說到這裡，我反而覺得很多人其實把注意力放錯了地方。這些年全世界一直在討論中國月球車有沒有發現外星基地，卻很少有人認真問一句，他真正發現了什麼？如果你翻開這些年的科研成果，你會發現真實答案其實一點也不比外星基地遜色。2013年，玉兔號登陸月球正面的雨海，它是中國第一輛月球車。雖然因為機械故障，它沒能像預想中那樣跑得很遠，但它依然完成了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它第一次利用月球雷達對月球地下結構進行了連續探測。科學家發現，月球地下並不是一整塊岩石，而是由不同年代形成的多層玄武岩和風化層組成。這意味着我們第一次能夠像給地球做 CT 一樣去觀察月球地下的歷史。而真正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是玉兔2號，它不僅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輛在月球背面長期工作的月球車，還不斷刷新着自己的壽命記錄。更重要的是，它傳回了大量過去從未獲得的数据。通過車載雷達，科學家首次詳細描繪出月球背面地下數十米深的結構。他們發現，那裡存在多層玄武岩堆積，
說明幾十億年前月球背面的火山活動比過去認為的更加複雜。與此同時，玉兔2號還不斷分析月壤成分、岩石礦物以及撞擊坑分布。這些數據幫助科學家重新認識了月球最大的撞擊盆地——南极艾特肯盆地。這是太陽系已知最大的古老撞擊遺跡之一，它記錄着月球甚至整個太陽系早期演化的重要歷史。後來，中國的嫦娥6號又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從月球背面帶回樣品。玉兔號、玉兔2號，再到嫦娥6號，這些任務正在一點一點拼出月球真正的過去。他們沒有找到外星基地，卻幫助人類找到了理解月球的新鑰匙。說到底，陰謀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總在告訴你，宇宙藏着一個驚天秘密，而真正的科學卻是在一次又一次看似平凡的探測中，把那些未知一點一點變成已知。所以，中國月球車到底有沒有發现外星基地？答案已經很清楚了，沒有。但它確實發現了另一種更加珍貴的東西，那就是人類過去從未真正認識過的月球。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未來有一天，中國的新一代月球車真的在月球背面發現了一樣現有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你覺得它最有可能是什麼呢？是那幾個煙頭嗎？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我們一起討論。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